接下来这边会写很多参数，第一个很重要，但是初学者一定不知道，叫做 VAE， 它是掌管颜色的，它就可以帮你把图的颜色变得比较漂亮哇。那要去哪边设定呢？在这里，在这 Settings， 然后在这个 Stable Diffusion， 然后在这个 SDVAE 这边，机械人建议大家一定要手动选好吗？我们先选机械人比较推荐的2代，就是比较柔和的颜色，然后都选好之后，你按这个 Apply。那我们再回去这个纹身图，再产一次，看看它的颜色会有什么样的改变。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就变漂亮了，也就不像刚刚灰扑扑的。Sampling Method 中文叫做取样方法，你可以看成是它的脑袋的运算方法。如果你是用架构图来讲，它差不多就是在这个紫色的区域这样。上面的模型就是资料集，然后下面就是它的 AI 小脑袋。好，我们呢就来看看这 Sampling Method 拉下来有好多种啊。接下来直接跟大家讲结论，基本上你就选这个 DPN 加 2N Keras， 这个是目前到今天最快、最漂亮、最好控制的取样方法。总之你选它就对了。最直觉的图片的长宽，现在呢是512乘728，宽是512，高是728。那如果你想要变成横的图，你就按一下这个对调，咚，然后你再产一次，它就会变成横的图。机器人之后会介绍别的功能来帮你变出大图，但是在算的时候最好不要一开始就那么大。宽高其实还蛮重要的。假设你想要产一个人站着，然后你想要看他全身，那最好你就是用一开始那个比较高的图。那如果你想要画一个机器人躺着，那你就要用横的图这样。Sampling Steps 取样步数、运算步数就是计算的次数。那次数当然就跟时间有关， step 越高，那它的计算次数就会越高，然后你相对应的时间也会拉高这样。但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越大越好，有的时候你的计算次数太多，然后它就会帮你在奇怪的地方加一堆细节，所以这个东西够用就好。如果你懒得研究就是不同的步数效果如何，机器人给你一个值40。接下来是这个叫 Scale 是所谓的相关性，机器人来帮大家翻译一下，那叫皱纹强度，好不好？ Scale 的话就是告诉 AI 机器人说你写的皱纹有多重要，建议你抓在7到14之间，或者说你今天拿到了一个新的绘图 AI 来说，机器人还是会建议你上 Civil AI 看作者色多少。以 Cross-Kimono 来说，机器人会抓在 7.5 这个值。你觉得 AI 画的不够准，你就把它加1。你觉得想要给 AI 多一点自由度，变化性太少，你就减1把它减下去。C 的叫乱数种子，这个东西你可以看成是图片编号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呢这边有2个按钮，骰子的话就是我要随机的意思，它就变-1。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先用随机下去抽，假设你抽到一张不错的，你很喜欢，你就按这个回收符号把它固定下来。你乱数固定下来之后，你可以去调整你的皱纹跟参数，只要你没有改太多，它就大概长得像这样，你就可以做一些微调。最后一个最好懂了，张数，我可不可以按一次产10张？这边有2个 batch count 的话就是按顺序产图，它不会让你的显示卡有太大的负担，因为它一次就是产1张，只是顺序产10张。然后 batch size 的话是真的一次产10张，那基本上不太推荐大家按这个，因为假设你的显卡没有很好，你的显卡会哀嚎这样，它会给你报错讯息。Yeah, thanks for watching.